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蔡的田园。8月份是我们开始播种喜良的秋菜了。叶菜在秋天种植呢，比春天种植更好打理，因为后期天气逐渐转凉，虫害减少，同时菜呢也不容易抽苔开花。而且有些蔬菜入冬后有霜的日子更好吃。究竟它们是什么蔬菜呢？接下来分享的这些蔬菜，我会标明适合种植的温度，以及种植多长时间开始有采收。这样不管你在哪个地区，都可以根据当地的气温，适当的调整种植的时间。第一种是红菜苔，它是一种别有风味的冬季蔬菜。在这几年来呢，很多菜友都喜欢种它。我们主要是吃它的菜苔，而不是叶子。暂时在我本地的超市还是很少见到有出售的。它有保护肝脏、增强免疫的作用。想尝试这么特别的蔬菜呢，8月上旬就可以播种了。因为地里的瓜果还在长，没有腾出地方来种秋菜，我一般都是用盆先育苗。如果有空地，也可以直接撒播或者点播到地里。种子发芽的温度在25度左右。如果你那里白天温度太高的话，最好用盆育苗，放在树下半阴半阳的地方。等苗长起来后，我们需要间苗或者移栽的。因为红菜苔每棵生长到后期会很大的，移栽的株距在30到35厘米。红菜苔呢，适宜生长的温度为15到25度，到5到15度下呢，生长出来的菜苔品质会更好的。它对光照的要求也不严格，在弱光或者强光都能生长良好。到了10月初，种植了2个月左右就开始采收菜苔了，一直采收到11月中。红菜苔属于耐寒的蔬菜，能耐零下1到2度的低温。想要延长它的采收期，后期可以建个暖棚，这样可以收到12月中。我觉得它是非常值得推荐的蔬菜。第二种喜凉耐寒的蔬菜就是乌他菜。乌他菜不仅是营养丰富，而且呢是很好种的。它长得像一朵花，又大又漂亮。每次摘1-2颗就够一家人吃了。它春秋都可以种植的，但是秋天种植长得更好，口感更嫩更甜。8月中下旬可以播种乌他菜。我去年8月29号才用盆育苗的，种子适宜发芽的温度是在20到25度左右。等它们长到4到5片叶子，就可以移栽到地里。株距要20到25厘米宽。到10月24号呢，就开始采收了，也就是2个月左右有采收。但是它还可以长大些，一般生育期在70到80天左右。乌他菜需要充足的光照生长，期间还要适当的施用氮肥，例如稻渣肥。跟它同类的还有黄心乌，不同的是它的心是黄色的，也是一种耐寒的蔬菜。第3种紫飞油菜，或者叫紫叶小白菜，它是跟上海青是同一个家族的，但是它的叶子是紫色的，梗是绿色的。我也很少见到它在超市有出售。紫色的蔬菜一般都含有花青素，花青素是具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，控制血糖上升。我们平时种绿色蔬菜的多，你有没有试过种紫色的蔬菜呢？紫飞油菜是很好的选择，它不容易抽苔变老，春秋都可以种植的。8月可以播种育苗，或直接点播到地里。发芽温度在15到25度之间，生长温度在5到32度都可以的。它还很耐寒，40天开始有嫩菜吃。秋天种可以长到很大，依然很鲜嫩的。第4种是鸡毛菜，非常值得新手种植，因为它生长快，
20到30天就开始采收了。它全年都可以种植的，但是夏天呢容易出现虫害，所以春秋种植更好。它种植很简单，不管用盆种或者地里种都行。我们一般就是直接撒播，不需要移栽的。如果担心播种的过密，可以先混些细土，再撒播。它最适宜生长的温度在15到25度，偏高或者偏低些的温度都可以。苗长到15到20厘米左右就可以收获了。采收的菜苗很鲜嫩，用来煮面非常棒的。鸡毛菜也是上海青的幼苗，所以8月我们还可以种植上海青。如果想它长到这么大，那需要移栽种植。株距在20厘米宽。去年的上海青我一直采收到11月中的。第5种我最想推荐的就是金水菜，它是日本比较流行的一种蔬菜，它跟小白菜的味道有点相似，口感呢清脆爽口，非常值得尝试的一种蔬菜。它生长也是非常快的，春天的时候它跟其他叶用蔬菜同时播种，但它和鸡毛菜生长得最快，30天左右有采收。这么嫩，采收了还可以做沙拉，生吃味道不错的，有淡淡的芥末味，也是沙火锅的首选菜。边采收边长，而且不受虫害，非常值得推荐的。金水菜春秋都可以种植的，种植也很简单，8月中下旬直接撒播就可以，温度在20到25度，很快就会发芽的，不需要移栽。如果没有吃过金水菜的朋友，可以到这个网站订购种子，尝试种植。第6种是西洋菜，也叫豆瓣菜。西洋菜在这卖得很贵，它一般用来滚汤，有清心润肺的作用。很多朋友想自己种植，种植的方法有2种，可以用枝条扦插，或者用种子种。如果想用种子种西洋菜的话，8月开始又播种了。西洋菜是喜凉的蔬菜，最适宜生长的温度是在20度左右，10到25度呢都可以生长得挺好。我8月6号播种，10月4号呢开始有采收，大约2个月。采收后呢还会继续生长下一茬的。西洋菜是多次采收的蔬菜，冬季在0度左右可以陆地安全过冬的。西洋菜是水生草本，喜水的，水田或者旱地都可以种植，但一定要保持湿润的土地。具体如何用种子种西洋菜，可以点开我这个视频，有详细的介绍。第7种是萝卜苗，或者叫萝卜叶，它种植时间短，是专门吃叶子的。萝卜菜气味独特清新，口感呢清脆，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和维生素，是很好的保健菜之一。没有吃过的朋友值得种来试试，它春秋都可以种植的，直接撒播就可以，不需要移栽。它适宜生长的温度是在15到25度。我春天4月10号播种的，5月10号苗高大约10多厘米，可以开始吃嫩苗，或者再长大些采收。8月中下旬又可以播种了，盆种地种都可以。第8种是九头鸟雪里红，以前我介绍过细叶雪里红，是另一个品种，它的叶子细小些，但生长也很快，也值得种植。今天介绍这个品种的雪里红，叶子会宽些，而且呢刺芽萌发力很强的，一般多为9个分支。它也是耐寒的蔬菜，如果春天播种就容易抽苔开花，秋天种植更好。一般8月就开始播种，它最适宜生长的温度是在15到20度之间。如果播种过密，可以见苗吃，留下的让它继续长。株距要保持在30厘米左右。它不招虫的，
生长2个月左右就开始采收了。秋天种的雪里红出不完呢，冬天有些朋友喜欢用来做腌菜。第9种就是快菜。快菜属于半耐寒性的蔬菜，在17到25度之间生长较好。它属于大白菜的一种，但是它生长较快，春秋都可以种植的。秋天种植采收时间更长，一般8月就开始播种，直接撒播、调播或者点播都可以。撒播如果过密呢，30天左右可以见苗吃，留下的继续长，株距保持最少15厘米。快菜和娃娃菜生长的差不多，如果营养跟得上，还会像大白菜那样有点包心。我觉得这样没有包心采收也很鲜嫩的。生长这么快的菜是值得推荐给新手种。第10种要种的就是各种生菜。生菜的苗期比较长，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才可以移栽菜苗的。生菜适宜生长的温度在15到25度之间。我一般是春秋播种生菜，但有些品种夏天也可以种的。今年春天我尝试了奶油生菜这个新品种，它的生长周期是90天左右。它的叶子比普通的生菜更丰厚，口感呢也是清脆滑口一点。没有吃过的朋友8月份可以播种，先撒播或调播，再移栽或者见苗，株距要保持25厘米左右，到10月底呢就有采收了。第11种依然是我每年都推荐大家种植的德国芥蓝。因为德国芥蓝太好种了，在多伦多零下几十度的冬天都能安全过冬，而且过冬前先吃一波，过冬后一开春不用重新播种。我菜园里最早长起来的又是它。德国芥蓝是喜凉耐寒的蔬菜，有霜冻的日子它特别好吃。想要尝试这种特别的蔬菜，8月份就要开始播种了，撒播就可以。播种后30天左右就长到10几厘米高了。那时呢，可以移栽定植，或者直接见苗，不移栽也可以的。移栽后已经是9月份，天气转凉了。德国芥蓝呢，也随着天气逐渐变凉而生长得越来越好。而且这批德国芥蓝从今年的8月种下，可以吃到明年的5、6月份。第12种是芥菜。去年我介绍了叶芥菜和卷心芥菜，今年又多了2个品种值得推荐给大家。很多菜友说水东鸡心芥菜很好吃，纤维少，爽脆可口，它是小卷心的。春天种植的话只能吃菜苗，没法卷心，因为夏天温度高它就抽苔了。8月种植呢会好些，因为它是喜凉冷的蔬菜，种的时间长些才看到它卷心。还有一种红叶芥菜，或者叫紫芥菜，还有榨菜也是芥菜的一种。但是榨菜主要是要它的茎部用来腌制，它需要110天的生长时间，苗期生长的室温是在15到25度，茎部膨胀期呢气温在8到16度。第13种就是芝麻菜，它有芝麻的香味。我现在采收的是刚种了45天的，它生长非常快，其实30多天已经可以采收了。它们可以直接用来做沙拉，想种快有采收的蔬菜，它是最好的选择之一。第14种茼蒿，它除了冬天之外，其他时间都可以种的。如果之前你没有播种过的，现在8月份种是最好的种植时间。茼蒿在10到30度的环境中都生长很好，茼蒿撒播呢就可以了。从播种到采收一般40多天，而且每种一次可以采收很多茬的。最省心的是它从来没有出现虫害，是非常适合新手种的蔬菜。第15种不是叶类菜，是8月还可以种一茬的四季豆，
它们分别是白不老和我每年都种的元青豆。这2种除了春天5月种之外，8月还可以种的，因为它们从播种到开始采收只需要2个月，也就是10月初就开始有收获了。它们生长的温度是在15到30度，它们还有点耐寒，所以还想深秋有豆收获的话，现在就开始直播了。我一般先浸泡过种子，等它们膨胀了就开始播种，这样会结束发芽的。以上介绍的蔬菜，如果有你想种的，可以到老蔡的田园网站订购种子，我把链接放到说明区和评论区。如果你觉得我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转发，谢谢你的观看。